好，今天关于 iPhone 15 Pro 的5大灾情留言，我们来一一破除。钛合金还更不防摔，有可能吗？不同国家的版本表现散热都不一样，是真的吗？一凹就断比上一代还脆弱，有可能吗？大家好，苹果爹。那我手上拿了这一款新的 iPhone 15 Pro Max， 我们已经上手大概4天左右了。那实际使用它，我们再也会有长期的心得跟大家分享。那最近我接到超级多私讯，那整理了最近大家关于 iPhone 15 Pro 有非常多的问题跟外面网络在传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一把它解释清楚，把它破除，看这些消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好，那首先就来讲到他们讲这个背板的玻璃。那很多观众都传那个 Everything Apple Pro 的实摔影片给我看。那是一开始我有看那个影片了，那很多人在争执的点就是说，为什么他手上的2只15 Pro Max 都在第一次摔的时候背板就直接破掉，而且依他的解释，他先前也是做一样的测试，那其他14代、13代、12代都没有碰到一样的情形，是第一次碰到手摔，而且都是在胸前腰部之间的距离，后面的玻璃背板就全部碎裂。那这是不是代表现在新的 iPhone 15 Pro 其实更不防摔呢？那这个我们当然也不能单看一个人摔啊，因为毕竟可能他那个石材的材质啊、摔地板的材质或者角度可能都会有差异，那大家摔的角度不一样，一定会有很多变数在，所以我们要来研究非常多人的实摔后，那其实我看到像是 Apple Track 的实摔，他摔到了第7次，他的 iPhone 15 Pro 后面的玻璃背板才开始裂掉。那当然相比起来，他手上有另外一只14 Pro， 那摔第7次后玻璃背板也没有裂掉。那同时他也讲到其他地方，像是这个镜头边框啊这些地方，还有旁边钛合金的磨损，看起来好像似乎都比上一代还要再更早就发生。那同时我也看了非常多其他人试摔的影片哦，那看起来真的发现这一次的 iPhone 15 Pro 似乎它背后的玻璃背板是更不耐摔。所以呢，关于这个传言似乎是真的，可是大家也不用那么担心啦，也不是大家摔都像是 Everything Apple Pro 那样摔一次就坏掉，所以也不用过于担心。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本来有跟我的想法一样，就是说今年用钛合金的边框，我是不是可以尝试裸机使用，因为理论上它更坚固，对不对？我看完这些影片以后，我还是乖乖装上我的保护壳好了。那同时间呢，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为什么这一次的背板会好像更不耐摔。那其实也是因为他们这次改这个三明治结构的设计。那有人会问啊，这个设计是先前从 iPhone 14跟14 Plus 就改，那为什么到现在 Pro Max 的时候变得更不耐摔呢？因为 Pro Max 的重量基本上都是更重，那虽然用上类似的结构，他们边框的这个材质还是不太一样。那我看了几次，他们是从边框这边开始裂进来，所以呢，我在猜想啊，这个会连接到下一个部分，就是这次的钛合金，它其实在你摔到它震动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弯曲。那如果这样向内折进来的时候，去敲击到这个玻璃的边角，那也是为我们看到这些碎裂都是从玻璃的其中一个边角开始向上裂或者向下裂下来。那至于其他镜头边框为什么好像更容易磨损，这一点我就还不太知道。那看有没有观众知道可以回答一下。那另外呢，在这些试摔里面，我们也看到，如果你用的是深色的钛合金，它摔到的痕迹会更明显。因为如果摔到刮到里面就是钛合金原色的颜色，大家小心啊，可能不管你要包膜或是装壳，还是把它保护好。那这样新的结构设计其实也带来一些优点，就是你摔坏的时候在维修时会便宜非常多。那对比上一代的 iPhone 14 Pro Max， 如果你背后的玻璃背板摔破掉，维修是要18000台币。那现在这个新的结构呢，你维修背板只要6090元，所以也不是没有带来好处，但是一来一往你会想说，更容易摔坏，可它维修更便宜，所以大家还是多注意啊。那下面我们就来讲到我们刚提到这个钛合金边框是软硬度的问题那这个就是另外一支很多观众传给我的影片 Jerry Rigs Everything， 他每一年都会摧残手机，这大家都应该很清楚。那他什么牌子都会摧残，但每次都是 iPhone 得到最多的流量。那今年在其中一个环节，就是他去折他的手机的时候呢，他这样轻轻一折一推就把玻璃背板也折碎了。那他说近年来的 iPhone 尤其换成这种直角边框的设计，他从来没有这样让它折碎过。当下发生那样的状况，他也是非常的傻眼。那他事后也在回头去检视就是他发现他在折的时候，真的钛合金边框的地方会有一点弯曲出现。那另外又加上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结构嘛，这个玻璃的三明治背板，那对比先前是粘死的方式，自然它里面的空间可能会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关于这一点的话，就大家可以想起来，你要怎么去避免的话，就像先前 iPhone 6刚出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那只手机也是第一次做到，然后它的边框的结构也是没有设计去补强，所以很容易去凹断。那当初发生很多事情，就是大家放在裤子背后的口袋坐下来做到，或者包包里面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去压到，就可能让你的手机去弯折，所以就尽量避免这2种使用方式，就是多注意放在口袋的时候不要做到它。那另外一点就是在拆换手机壳，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常常每天1-2天就要换一只手机壳来测试的人来讲，以前我的拆法会从中间这边去推压去拉，那我刚看到那样凹的方式，我就觉得说我们不要把施力点放在这边，就算即使在拆手机壳，
壳，手机壳是软的时候你也尽量去避免。所以我现在拆手机壳的方式，我就从边框外面慢慢去剥开来，这种方式就不要让这个玻璃背板去承受太多的压力。那这个是我可以给大家目前的建议。那下一点呢，就是关于过热这一点，先前很多人都实测过，那我也自己实测过了。我只能说过热这个问题呢，绝对实际上是存在的，但也要看你的使用情境。那比如说我碰到的过热情境是我同时在萤幕录影，然后又在测试相机16分钟后它热当，那它热当是到一个比如说画面会整个顿掉，可能停个1-2秒，停个1-2秒，然后持续大概5分钟左右。为什么这个相比起来我会说这样的状况不太正常？因为我同时也在测试跟萤幕录影另外一支就是今年的 iPhone 15 Plus， 那一支虽然有这个可能会过热的警示出来嘛，那大家应该都看过，在外面大热天拍照的时候都看过那个，但是它没有热当，还是随时可以拍，然后画面也是非常的清楚。所以这样相比起来，两只手机在一模一样的设定状况下 Pro Max 过热，然后15 Plus 没有，那相对起来它的价格又比较贵。那也因为这样，今年的旗舰机碰到这种问题一定会被大家放大。所以讲回来，过热这个灾情是不是真的？我觉得是，而且尤其是如果你的手机使用方式是常常要在户外拍照的人，或者在户外工作的人，像我们很多观众嘛，他们可能在工地工作啊，或者常常要在外面骑机车在外面跑的时候，他们很在意手机能不能承受室外的高温，然后同时可能跑一些他们工地要测量的 App。那这种情境的话，说真的蛮容易碰到，而且它开始过热，萤幕的亮度会开始向下降。那你又是在外面工作的人，如果萤幕又看不清楚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困扰。但反过来讲啦，如果你真的都是在室内使用它的话，那你都是在冷气房啊，你也没有在边玩边充电，边用边充电这种情况下的话，那或许这种过热的情况你可能不会感觉到，或是它从来也不会跳这过热的警示给你。那有没有过热都是比对出来的，或者说过热会不会热到你会感受到这个很不方便，也是看你的情境。好，那下一个也是跟过热有关系啊，像很多人在讲说美国版本是不是比较不容易过热？因为美国的版本呢，它是没有 SIM 卡，它也没有 SIM 卡的插槽。大家可以看这个结构 ，SIM 卡在这一面，而且它的主机板刚好是在 SIM 卡的同一边。因为我们台湾的版本因为有单一的 SIM 卡插槽，所以我们是有一个 eSIM 配上一个实体的 SIM。那放在这边的时候，它就会挡到主机板这边占到的空间。那这种时候呢，刚好两个最会发热的组件会因为这个原因需要放在一起两个有点肩并肩的这种感觉啦。那这种时候，当然他们以这个理论去分析的话，美国版本没有eSIM，他们两个组件是分比较开的情况下，那理论上它会发热，或者它发热的速度可能就不会像我们台湾版啊，或者什么中国版啊、香港版其他版本这么快。但我觉得这次真正比较发热的问题还是在它处理器的本身和它里面的散热设计啊。那当然我们使用的版本受限于这个设计上的限制它散热设计就大概只能做到这样。那美国版本它也没有针对它的散热设计去做加强，只是他们刚好不用那个卡槽的位置，可以把那两个组件分得比较开，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呢，关于这个灾情的留言，我觉得应该说对，真的美国版本理论上应该是比较不会过热，但是同时你也要去承受它不方便了。它没有实体的 SIM 卡槽，那你有时候需要出国旅游或什么，即使要换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个选择。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就要自己好好衡量一下。如果你真的要买 iPhone 15 Pro 或 Pro Max 的话，到底哪个版本比较适合你 ？OK， 好，那第5个灾情，很多人在讲的就是关于这个镜头入程和它产地的问题，是不是好像一定要中国产，一定要印度产？那我们目前这边所有拿到的机型，我们有4支全部都是中国产的。当然啦，也没有印度产的去做比对。那我们看这里面的镜头他们有人说，第一批或因为很赶，让它的镜头有入程的状况。那这个我先前其实是在 iPhone 10的时候有碰到这个状况。那其实我当初也没有因为它的入程而去特别做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只是一颗小的程粒，其实在平常拍照是不会造成任何的问题。但是很多人可能担心的就是事后二手要卖的时候，这个缺点会被大家放大，会去检视啊，可能卖的二手价格会不好。那如果你们真的担心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只能在现场买的时候打开来好好检查一下。那我们目前这边2台 Pro Max 跟2台 Plus 都没有看到镜头的入程，那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要去太担心呢？那或许你可以网购，那或者是你可能在苹果店预定，在现场打开的时候，你也可以检查得非常清楚。好，那关于以上这5点，就是最多观众传给我，现在在跳，最多观众传给我在私讯在问的这些问题那不管是很担心正要买，或是买了还没到，就是在担心说再来要确认什么东西，什么地方比较要注意啊，打开要检查什么，那还有过热的问题，我们这边都一一解释啊。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在下面留言，或者是可以私讯我的 IG。那如果我有看到，有时候睡前就会回一回啦，所以我也会把大家的问题整理起来，那我们可以再发一篇这样的。如果长期使用下来不管说它散热，如果它真的有改善的话，那我们也会跟大家回报。那如果没有改善的话，我们也会跟大家回报，或大家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要我们测试，都可以让我们知道。好，那今天快速回答这个5大灾情的留言的影片就先到这边。那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面见，拜。